同学们，考考大家，你们能猜到今天要送给大家的礼物和哪个词有关吗？我想聪明的同学已经猜出来了。对喽，就是我们这一集的名字里出现的“跨界”这个词儿。你们是不是在想，跨界是什么意思呢？和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别着急，我们先来看一看跨界高手王维都有哪些本事。王维是诗人，唐朝流行的思乡诗、边塞诗、送别诗、山水田园诗，他都会写。他不仅是官二代，而且还长得帅。但是更气人的是，明明可以靠颜值，人家却偏偏要靠才华。他是诗歌界的故事大王，是故事大王中的画家，是画家中最懂音乐的，并且他还是田园诗派的掌门人。我们下面就来欣赏一下王维怎么讲故事的。王维17岁那年，孤身一人到长安来参加科举考试。重阳节的时候，王维看着别人都是一家人，高高兴兴地团聚在一起，他非常孤独。然而呢，他悄悄地写了一首诗。9月9日忆山东兄弟，独在异乡为异客，每逢佳节倍思亲。遥知兄弟登高处，遍插茱萸少一人。结果呀，这首诗立刻吸引了很多人，他们都围在王维的客栈前面，非要让王维讲讲关于他山东兄弟的故事。王维只好讲给他们听。王维说呀，山东兄弟是说他的兄弟在华山以东。今天呢是重阳佳节，他想他的兄弟们一定和家人们一起去山上插茱萸，一定在想念自己。重阳节在农历的9月初9，人们通过登高望远、饮酒赏菊、遍插茱萸3大活动来庆祝。在历史的演变中，这个节日渐渐成为了独具风格的思乡思亲和祈寿的民俗活动。其中99和99是谐音，就是要长长久久，家人团聚。大伙儿听完呀，都流下了眼泪。这个故事里面有句话最能打动他们：独在异乡为异客，每逢佳节倍思亲。又会写诗又会讲故事的王维受到了公主的赏识，公主呢就在皇帝面前举荐了他做了官。可是后来偏偏他遇上了一个大奸臣李林甫，把他排挤到了很远很远的边塞。李林甫万万没有想到，王维居然在边塞跨界做了画家。王维被贬到边塞时36岁，他的心里很悲伤。他看到飘飞的蓬草，感觉自己就像他们一样无依无靠，不知道归宿在哪里。忽然一条长河出现在他的眼前，这就是黄河。那圆圆的落日在漫天飞沙的沙漠里是如此的荒凉，又是如此的温暖。而远处的一道孤烟就像一把利剑，直刺苍穹，令人震撼。他呼吸急速，心跳加快，他要画，他一定要把这个场景给画下来。他果真画下来了，而且呢，他还为这幅画配了一首诗：士至塞上，单车欲问边，戍国过居延。征蓬出汉塞，归雁入胡天。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。萧关逢候骑，都护在燕然。从此之后，王维就成为了当之无愧的画家。
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。真的是苏轼所说的诗中有画，画中有诗呢。王维到了边塞以后交了不少的朋友，他们一起骑马打猎，可快乐了。哎呦，气死那个坏蛋李林甫！王维现在呢又跨界了，他做了边塞最受欢迎的音乐家。那天呀，王维在渭城送好朋友，因为刚刚下了一场小雨，柳树上的枝叶显得更加的苍翠欲滴了。这唐朝的诗人们呀，都喜欢折柳枝送别，因为柳枝的柳字和挽留的留字是谐音的。那王维呢，就折了一根柳枝送给朋友，对他说：“渭城朝雨浥轻尘，客舍青青柳色新。”朋友接过柳枝，恋恋不舍地看着王维。王维呢，就对他举了举酒杯，说了一句：“劝君更尽一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。”朋友把这杯酒喝了下去，对王维说：“你能不能把你这首诗唱给我听呢？”于是王维就给他唱了这首《送袁二使安西》。因为他们实在舍不得分开，王维呢就把这首曲子唱了3遍，大家也就把这首诗叫做《阳关三叠》。王维首创的这种唱法迅速传了开来，因此他也就成为了唐朝的大音乐家。怎么样，王维是不是很厉害？来，再告诉你们一个小秘密，托好下巴，不要被惊掉啊！王维还跨界做了山水田园诗派的掌门人。王维回到朝廷以后那个大坏蛋李林甫还在做宰相。那王维呢，就在长安附近的终南山上买了一块地，在那儿呢建了个别墅，还给他取了个名字，叫做辋川。于是王维一下班就往这儿跑，种种花除除草把这个辋川收拾得像个世外桃源一样。哎呀，这个地方这么美，他当然写了好多首诗于是他就把这些诗歌全都整理在一起，起了个名字，就叫做《辋川集》。这其中呢，有一首诗特别有名，叫做《鹿柴》。空山不见人，但闻人语响。返景入深林，复照青苔上。您看看，才20个字就把空谷人语、斜晖返照那一瞬间特有的寂静和清幽都给表现出来了。掌门人可不是随随便便谁都可以做的，他写山水田园诗的功力，整个唐朝也只有孟浩然可以与之媲美了。看到这儿，大家是不是对王维佩服得五体投地了？别急，别急，王维的本事还没有说完呢。他还对佛教很有研究，他有个雅号叫诗佛。所以您看看，唐朝跨界高手这个称号，王维绝对是受之无愧呀。同学们，跨界高手王维送给我们的礼物就是跨界思维。跨界思维最简单的运用就是通过类比来思考，比如飞机是模仿鸟，雷达是模仿蝙蝠才制造出来的。其次是跨学科思考，学古诗想到历史和人文，比如读9月9日忆山东兄弟，想到重阳节的来历与历史演变。跨界思维也是创新的重要手段，比如我们常用的智能手机，就是传统手机结合触摸屏上网需求跨界产生的。苹果公司因此战胜了手机霸主诺基亚。
在时代高速发展的今天，拥有跨界思维的人将会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人。希望你们都能成为新时代的宠儿。